男友想偷腥，我直接送了他2个美女，可他不知道，这几个美女都是纸人，只有死人才能与他们缠绵。没有女人能笑着从男友的手机里出来，我曾以为自己是个例外。坤哥，我们这儿又新来了几个妹妹，明晚来品品。接着，对方发来几个女人坦诚相待的露骨照片，我往上翻了翻，顿时一阵无语。看来在相处的这几个月里，男友坤坤也没闲着，到处传播大爱呢。看着那一张张矫揉造作的照片，我满腹疑惑：这些女人真的漂亮吗？还没有我扎的纸人好看呢。我家祖传扎纸人手艺，我从小也耳熏目染，大学毕业后直接继承了家里小店，给一些老客户扎纸人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天天与死人的东西打交道，阴气重。原本我这样的人是不该随便恋爱婚配的，偏偏坤坤对我穷追不舍，无微不至。几个月前，从见我的第一面开始，他就再也没有挪开目光。我不知道他为何对我如此执着，但在他日复一日的温柔中，我终于被打动，答应了他。担心阴气太重会损害他的健康，我甚至放弃扎纸匠，换了个工作。爷爷坚决反对，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天生通灵的扎纸匠人。我的父母在我刚出生不久便出车祸双双去世，爷爷只剩下我这么一个传人。他说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，可我为了爱情还是放弃了。如今看着手中令人作呕的聊天记录，我后悔了。坤坤从厨房出来，端了4菜一汤。小天，怎么样？我可是亲自下厨庆祝我们终于要开始同居哦，手艺不错吧？挺好的。刚才的信息我已经设置成未读。坤坤拿起手机划拉着，一股不易觉察的笑意一瞬而过。怎么不坐下吃饭？看美女消息入迷了？呵呵，除了你，我眼中哪有别的美女？是公司发来的消息，明天晚上有个很重要的应酬，我可能会回来晚一点。我心下一沉，莫非就是明晚去品品新来的妹妹？亲爱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在外面乱来的，我的眼里心里都只有你。那你有出轨过别人吗？坤坤的神色微微一顿，又很快恢复如常。怎么可能？有你一人，我此生无憾。你确定？真拿你没办法。那这样吧，我要是出轨，就罚我鬼魂索命，命丧黄泉。怎么样？放心了吧？好吧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当晚坤坤洗澡时，我不死心的又翻看下他的手机。这2个我都要了，明晚9点，鸟尔顿大酒店。好吧，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破灭，浓烈的爱意瞬间转为成一种怨愤。我想不通，他怎么能一边表现得这么含情脉脉，一边转头当瓢虫？我知道坤坤不信鬼神，压根没把那句毒誓当回事，但人总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。小天，你人呢？对不起啊，爷爷打电话过来说有点不舒服，我要回家看看，过几天过来。玩我呢？我好不容易憋到今天，搞什么飞机啊？爷爷身体不好，铺子已经许久没营业。我用竹皮和彩纸熟练地扎出了2个真人大小的美人。我又绘了2张符咒，在背面写下坤坤的名字和生辰八字，担心不准确，又与时俱进地写下他身份证号码，贴在纸美人的胸前。符咒很快就生效了，四周的空气霎时冷了几分，纸美人抖动几下活过来了。我给纸美人们戴上了墨镜，好遮住空洞的眼睛，看上去已与正常人类无异。去吧，如果这个男人违背誓言出了轨，便抬棺送行，让他入黄泉吧。次日晚上，坤坤回家时已是凌晨。他只是额头有一团异常浓郁的黑气，这是阴气入体的证明。只有和纸人深入交流，折腾了一整晚，才会在短时间内积蓄如此厚重的黑气。不过他神色如常，甚至带着一丝意犹未尽，倒是我预估的不太一样。在我原本的计划中，纸人们完成使命后，符咒就会失去活性，还原出纸扎的真身。坤坤一睁开眼，便会发现方才千娇百媚的2位美人变回没有眼珠的纸人。这对普通人来说会是多么惊悚骇人的一幕，他应当是恐慌至极才对。是有什么变故吗？哎呦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小天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灯也不开？等你啊！
我昨天说过今晚有应酬吧？你怎么还等我？可别熬坏了身体，我得心疼死。哦，是去应酬，我还以为去开房跟美人逍遥呢。坤坤脸色一白，又很快镇定下来。哈哈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爱我，我晚回来一会就胡思乱想。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你睡客厅吧。来那啥了吗？难怪这2天脾气这么怪，呵呵。坤坤今晚已经卖了2次力，又被吸了阳气，这会是真不行了。也没多事，直接睡在了客厅沙发上。很快外面响起一阵鼾声，不过我知道他的好梦不会太久。坤坤被冻得打了个哆嗦，感觉床也在摇摇晃晃。他睁开眼，看到一片阴沉黑暗的天空，他猛然起身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竹轿里，抬竹轿的居然是2个看上去有点眼熟的纸人。伴随着一声惊叫，坤坤猛然起身，从梦中惊醒。他手脚绷紧，额头上大汗淋漓。我坐在不远处，端着茶杯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直接摊牌。坤坤，看也算对我好过的情分上，我善意提醒你，晚上陪你的那2个美女都是纸人。纸人在阴曹地府可以见山修路，遇水搭桥，抬轿送你上黄泉。如果没人帮你，7日之后便是你丧命之时。坤坤愣愣地看着我，片刻后扑哧一笑。你又调皮了，说鬼故事来吓我。是不是梦到纸人抬轿？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变得歇斯底里。小天，是不是你做了手脚？你以前就是扎纸人的，是你故意让我做这种梦是不是？你自己不都说是梦吗？我哪有这般能耐？可这个梦太真实了，连那2个纸人都和今晚那2个女的一模一样。话音落下，周遭归于安静。哦，这会儿承认了。我戏谑地看着他。我是说今天晚上应酬的2个女同事。行吧，命是你自己的，等你考虑清楚再跟我说话吧。我起身准备回房睡觉。小天，对不起。你出轨的时候怎么没觉得对不起？你一直不让我碰，说什么做扎纸匠太久需要消解阴气，我也是人呐，我有需求。而且那2个美女身材那么勾人，哪个男人能抵得住？我只是犯了1次错，就这一次，我爱的人始终都是你。我都气笑了，这些话就不用糊弄我了。你自己发的毒誓，如果出轨就鬼魂索命，命丧黄泉。现在这大概是老天开眼遭报应了。这天晚上，坤坤没有再开口。过去他自称是个唯物主义者，一直看不起我扎的纸人，觉得那是骗老人的玩意。如今虽然亲身经历，大概内心还抱有一丝侥幸，觉得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已。之后的3天，我回了店铺里，一直到第4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坤坤就猛砸我家店门，把我从睡梦中吵醒。何小天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把我逼死吗？我迷迷蒙蒙睁眼打开门，3天不见，他变得脸色苍白，脸颊深陷，一身浓郁的死气。看你这个态度，还是没好好认识到错误啊！你知道怎么救我对吧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原本也只是打算给他个教训，并不想真的杀死他。说吧，现在你的梦到哪一步了？这几天只要我一睡觉，我就梦到坐在竹轿里被捆了4只，2个纸女人抬着我穿山过河，每过一晚，周围越黑，感觉阴气越重，像是在不停往阴曹地府的深处走。呵呵，不是像，你去的地方就是阴曹地府。你的意思是，到了第7天，我就会被他们彻底送到阴间？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。这2个纸人，我没有给他们画眼睛。没有眼睛的纸人生不出灵性，也看不清方向。你只要睡觉的时候在脚头点根红烛，让他们误以为阳间才是正确的路，便可保你一命。坤坤的眉头突然皱了起来，似乎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可是他们2个明明都有眼睛啊！什么？每次我挣扎的厉害，他们就齐刷刷地看向我。那黑漆漆的铜人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扎纸这行有2条禁忌，其一就是不可给纸人点睛。开了眼的纸人会生出灵智，他们若想送人上黄泉，几乎无法逆转。可是我分明没有给纸人点睛，还特意给他们戴上墨镜遮眼。到底是谁给他们点上了眼睛？为纸人点睛，
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一来，已经激活符咒的纸人如同真人，普通人难以看破；二来，普通笔墨无法点睛，必须用特制的狼毫笔和混了人血的墨水。此人必定极为懂行，还早有准备。怪不得坤坤头顶的黑气比我预料中浓郁。我带坤坤找到爷爷，说了前因后果，爷爷当即举拐杖敲向坤坤。你个花肠子的龟鳖孙，我家孙女也是你这狗东西赶祸害的。坤坤也不敢躲，只是抱着头挨着。我等他被打得差不多了，才出手阻拦。爷爷，他虽然犯了错，但罪不至死。我原本也只想给他个教训，没想到有人给纸人点了睛。这种情况，他还能活吗？坤坤眼巴巴地看向爷爷，爷爷缓了好一会儿，才长叹一口气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2个纸人在7日内重新变回盲人。要怎么做？这就需要找到点睛人，让他在午夜12点点燃当初点睛的笔。可此时纸人已经生出灵智，恐怕对方不会愿意这么做。那怎么办？难道任由我被那几个纸人弄死吗？我看此人恐怕是专门冲着你们2人来的。你们先找到人，没准有机会说服他。爷爷沉默片刻，拐杖深深往地上一杵。秀英，出来吧。不一会儿，奶奶从卧室里走了出来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一个和我奶奶生前长得一模一样的纸人。小天，快看，我的唱歌视频在鸟音有100个粉丝了。哇，奶奶好棒！每天就知道在手机上给那些色老头子唱歌。纸人生灵有2种方式，一是画上眼睛等孤魂野鬼入魂，二是将刚死的活人魂魄用符咒引入纸人。6年前，我奶奶去世后，爷爷便扎了个和奶奶一模一样的纸人，将奶奶的魂魄引入纸人。奶奶，辛苦您找一找那2个我扎的纸人，4天前才扎好，纸气应该还新鲜。她是你奶？你奶不是早就死了火化了？扎纸铺里，奶奶闭上眼，似乎在感受空气中每一粒细小分子。很快，她像捕捉到了什么，朝外面走了出去。我们一直走到一处画室，奶奶才停下脚步。透过画室的窗户，可以看到里面的场景。我扎的2个纸美人端坐着，在他们面前，一个人正在白色画布上将2位纸美人描入画中。还等什么？赶紧抓了这2个纸人问情况啊！我感觉这作画的人也是纸人，而且他已经生出灵智很久，身上的纸人气息几乎已经被人气掩盖。作画的人手一顿，停下了笔触。等了这么久，你们总算来了。那作画的女人长了一张和我几乎一样的脸，唯一的区别只是她眼角多了一颗痣。何小天，还记得我吗？男友想偷腥，我给他扎了2个纸美人，原本只是想给他个教训，没想到居然有人给纸人点了睛。好不容易找到点睛人，却发现那个人居然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等了这么久，你们总算来了。那作画的女人长了一张和我几乎一样的脸，唯一的区别只是她眼角多了一颗痣。何小天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怎么可能忘记呢？她的存在曾是我的心腹大患。看到爷爷扎的奶奶活过来，父母早逝，没有兄弟姐妹的我，怀着期许扎了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纸人。最后一步，我为她点上眼睛。你是我扎出来的纸人，以后就是我妹妹，叫你何小芷吧。爷爷带着奶奶回来了，新扎的纸人气息新鲜，逃不过奶奶的感应。怎么有生灵纸人的气息？你给纸人画了眼睛？我自知瞒不住，只得点了点头。不是告诉过你，绝对不能给纸人点睛？你这是乱来。你能扎一个老伴陪在身边，我给自己扎一个妹妹，又有什么关系？胡闹！扎纸行的2大行规，第1条是不能给纸人点睛，第2条就是不能给活人扎纸人。你扎了个跟自己长相一样的纸人，这是要引鬼上身呢。引鬼上身？你照着自己的模样扎了纸人，他很可能会觊觎你真正的肉身，想办法将你的魂魄挤了出去，到时你就成孤魂野鬼了。我这才慌了，跟着爷爷走进后院藏纸人的地方。可如今这里已经空无一人。扎，必须扎！如果是给普通的纸人也就算了，但让跟你一模一样的纸人活下来，非常危险。
也不完全一样，他的眼角比我多一颗痣。爷爷听了这话，眉头微微放松。纸人生了灵，便与活人无异。既然多点了颗痣，那纸人也没法轻易取代小天，而且是小天扎的自己，脾性也会受到小天的影响，未必会害小天，放他一马吧。闻言，我也用哀求的眼神看向爷爷。爷爷沉默一会，叹了口气。小天，如果有天你再见到这个纸人，务必保持警惕。如果他对你起了心思，必须立刻毁掉他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时隔几年，我再次见到了他。那纸人顶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脸，眼角的痣格外醒目。显然，一切都是有备而来。我记得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何小芷。他居然还在用我给他起的名，是你给他们点睛的？这么标致的2个美人，却少了眼睛。那你也应该知晓他们身上符咒的内容，哪怕点了睛，他们也必须完成符咒的指令才能自由行动。我当然知道，我还知道纸人和活人交缠的后果。你们想让我戳瞎这2个纸人的双眼来救那个男人，现在我就告诉你们，这不可能，他必须死。我感觉有些不对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坤坤果然已经不见了。坤坤和何小芷之间不对劲，看见跟我长相相似的何小芷，坤坤掉头就跑了，就好像他们早就认识了一般。我跟奶奶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疑惑。姐姐，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当初因为寂寞，所以创造了他。时隔几年，听见他这样叫我，心底有一股莫名的暖意。我原以为你出现是来夺走我的肉身，纸做的身体除了不好男欢女爱，也还算习惯。坤坤虽然渣，但是罪不至死，我答应过他，要让他活下去。何小芷面色微变。几年前我遇到了坤坤，他对我穷追不舍，极尽温柔地追了我很久，他的行为确实感动了我。但是随着我们关系越来越近，我心底却因为纸人身份始终有所顾虑。为了不让纸人的阴气伤害他，我选择了拒绝他的告白。没想到他居然因为争执恼羞成怒，将我从楼上推下来。我就事装作身亡，彻底隐匿了自己。本想放他一马，就这样让这段孽缘画上句号，没想到他又遇到了姐姐你。我恍然大悟，几个月前坤坤初见我，整个人呆住了，并不是一见钟情，而是恐惧。熟悉后一直对我的过去生活工作旁敲侧击，然后猛烈地展开追求。哪怕我对他爱答不理，他也执着无比。原来那深情不是对我，而是对我扎的纸人。我只是那个他想要了却遗憾的替身。我并不怪他害我，可是看到他接近你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我想告诉你他的真面目，但是我不敢靠近你。如果爷爷知道我的存在，一定会毁掉我，而且我也担心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，会认为我是觊觎你的身体，对你有所图。所以我一直在等待机会，直到你发现了他的秘密，使用纸人报复他，我就知道机会来了。所以你还是要帮他吗？我一时无言以对，我以为坤坤只是渣，没想到他居然能干出这么极端的事情。坤坤气喘吁吁地从画室跑走。怎么可能？阿芷那个贱人不是死了吗？变成鬼来复仇的吗？怎么办？真的要完蛋了！不行，我不能死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他像是做了很大决心般拿出电话。喂，王哥，救救我，带我去见你昨天说的那个泰国来的阿卡大师，只要能救我，顺便让那2个贱人也吃点苦头，多少钱都行。坤坤回到家，颤抖的手里捧着一个黑色的木盒，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欣喜和疯狂。都是你们逼我的。晚上12点，坤坤坐在沙发上，神情紧绷，又隐隐有一丝期待。耳边传来一阵纸人的轻笑，2个美纸人悄无声息地走到了他的面前，就要来拉他。突然一声婴儿的嬉笑声传来，一只胖乎乎的巨手猛地抓向一个美纸人，落地窗上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小鬼。美纸人惊呼一声，身形一闪，直接消失了。小鬼愣了愣，舔了舔舌头，猩红的眼珠盯向坤坤。坤坤大汗淋漓地睁开眼，看时间已经是早上6点了。我没事，哈哈，太好了，看来这小鬼真的管用。木盒里赫然是一个泰国小鬼，与常见的金灿灿古曼童雕像不同的是，它周身枯黑，透着丝丝邪气，更像是用一些禁忌材料制作而成。画室里，何小芷拿笔的手一顿，抬头看去，
只见身前的两个纸人突然出现，落在地上，极其狼狈。听完美纸人的话，他的脸上也露出一丝凝重。纸人只是借躯引魂，并没有什么修为，招来生灵的魂魄也都只是普通的孤魂野鬼，大多连记忆都不全，更谈不上怨恨冲天。只是纸人能行走在阴阳两界，所以能对人的魂魄做一些牵引，达到害人的目的。遇到猛鬼怨灵都只能绕道走，对小鬼这种凶厉的鬼婴根本没有招架之力。何小芷犹豫了一下，拿起了手机。姐姐，我开门走了进来，一眼就看到坤坤额头上不仅死气更盛，肩上更是多了一个模糊的鬼影。嗨嗨，怎么来看看我是不是要死了吗？让你失望了吧？我已经找到办法了。你做了什么？我花大价钱找了个靠谱的大师，他帮我请了小鬼，只要每天1滴血，这小鬼就把我当主人。在这小鬼面前，你那两个纸人屁都不是，呵呵。我听爷爷说过，养小鬼在一些周边国家极为流行，原理跟纸人生灵有些类似，也是用各种材料做成小人，只是招引的都是夭折的婴儿和幼童的鬼魂。虽然极为灵验，但是婴灵一般怨念极大，极难控制，大部分人最终都会遭到反噬，下场极惨。这大师不仅要你钱，还要你的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一天1滴血，就帮你干着干呢。你想太多了，那个小鬼现在就趴在你的肩上，他无时无刻都在蚕食你的精魄，滋养自己的灵体。这个大师只是用你养小鬼而已，他一定详细的问了你的地址吧？等你死了，他会来取走这个滋养好的小鬼来为自己所用。坤坤脸色大变，大师确实详细询问了他地址，并反复嘱咐不要把小鬼从河里拿出来。他拿起小鬼，从底下的凹槽拿出一枚 GPS 定位器，想起昨晚小鬼看他的眼神，他的脸色又青了几分。请鬼容易送鬼难，只怕你把这东西还回去或者烧毁，这小鬼也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我该怎么办？让你活下来的办法，我的确有一个。什么？你不是见过我奶奶吗？跟正常人差不了多少吧？你想把我变成纸人？纠正下，是把你的魂魄引入纸人。你的肉身已经注定要死，就算那两个纸美人没办法进你的身，这个小鬼也不会放过你，但可以在被鬼差锁魂之前，将你的魂魄引入纸人，便可与正常人无异。小鬼只是要吸食你的精血，你原来的肉体死亡，他也会对你失去兴趣，自行离开。不行，纸人怎么能算人？我不接受。帮你到这我已经仁至义尽，你对小芷做的事我已经全部知道了。你这样的人简直是死不足惜，你就等着死后下地狱享受刀山油锅吧。说完我转身要走，坤坤脸色一白，几乎是爬着过来，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抓住我的裙子，丑态一览无余，再不复从前的深情演技。等等，小天，我愿意，不过这个小鬼离不开，纸人怎么过来？这个不需要你操心，我已经想到办法。如果让我变成纸人，你不会故意不给我画眼睛吧？当然不会。等小鬼在坤坤身上吃饱喝足，又躺回了木盒后，我把木盒摆在笔记本前播放孩子们都爱看的小鸟嗷嗷，又在鸟集送里点了几大份薯条、汉堡、可乐全家桶放旁边。那道模糊的影子又爬出来，好奇地看着动画，空气中偶尔隐隐还有几声笑声。这一晚，两个纸美人如约而至，抬走了坤坤。到了大限之日，坤坤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他躺在沙发上奄奄一息，却不敢合上眼，因为只要闭眼，他就会身临黄泉，被两个美女纸人抬过地府的最后一道坎。我已经按照坤坤的模样扎好纸人，满意吗？是不是跟你一模一样？坤坤虚弱地抬起手指指向纸人的眼，已经虚弱地说不出一句话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掏出特制的狼毫笔劲上混有血液的墨水，给纸人画上眼睛。坤坤这才泄了力，放心闭上眼。没多久，他的魂魄缓缓浮出，我用符咒引导他的魂魄进入纸人。当魂魄完全融入后，纸人缓缓睁开了眼睛。我活过来了，真的活过来了。坤坤僵硬地拧动着脖子，新奇地检查他的新躯体，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。我的家伙呢？我怎么没有家伙了？我一拍脑门，装作刚刚想起的样子。哎呀，我给忘了。
之前扎的纸人都是美女，都忘了男人得多扎一个玩意儿。坤坤几乎快疯了。这种活法，我还能算个男人吗？在门外等候良久的何小芷和2个纸人美女走了进来，上下打量了坤坤一番。姐姐，这法子果然不错。打蛇打7寸，他少了那个工具，也祸害不了别人了。更何况你谎话连篇，自私暴力，本来就算不上男人。你……坤坤最终蹲下身，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。彻底跟坤坤划清关系后，我和何小芷还有2个纸人姐妹重新经营起了扎纸铺。爷爷说的没错，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，不如将自己的优势放到最大。姐姐，你还打算再恋爱吗？扎纸匠阴气重，今后恐怕不好找男人哦。女人还是有钱香，曾经为坤坤牺牲事业是我最愚蠢的决定。如今我有你这个妹妹，还有4个香香柔柔的美女作伴，还要什么男人？